欢迎来到真创富理财，带你掌握致富关键，实现财务自由。立即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 AI。我知道这个话题大家可能都听到有点腻了，但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那些飘在云端的演算法，而是真正落地的东西。因为我们相信 AI 的下一场革命，它的战场已经不在虚拟世界了，而是在你我都能摸到碰到的现实世界里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先丢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，你觉得到了2026年，真正的赢家会是那个拥有最强最厉害模型的公司吗？我们认为不是，那会是谁呢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起点。OK， 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我们认为整个 AI 革命的未来正被3个现实世界中的瓶颈给牢牢地卡住了。没错，谁能解决这些瓶颈，谁就是未来的赢家。这3大基础设施瓶颈正在重塑整个产业的样貌，它们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电力、算力以及安全。这3个词听起来可能很硬，对吧？但相信我，它们正是理解未来资本会流向哪里的最重要地图。好，首先来看第一个，电力。AI 资料中心对能源的需求根本就是个无底洞，但这时候你可能会想，等一下，我们不是在聊很酷的数位革命吗？怎么突然讲到电厂这种好像很传统的东西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没错，这正是最多人忽略的盲点。当算力需求是以指数级在暴增的时候，传统的电力供应是绝对跟不上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核能，特别是那种小型的模组化反应炉，正在悄悄地成为那些科技巨头的标准配备。好，第二个瓶颈，算力。但这里的关键已经不是在比谁拥有更多片的 GPU 了。你可以这样想象，就算你有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大脑，但如果你的神经传导速度慢得跟乌龟一样，那再聪明也是白费，对吧？所以现在真正的瓶颈在于伺服器内外那些数据传输的效率，也就是所谓的互联技术。先进制程和高速连接晶片才是解开真正效能的钥匙。最后一个，安全与空间。当 AI 真的走进现实世界，应用在无人机、国防这些领域的时候，保护数据和实体资产就变得超级重要。这就不只是网络防火墙的问题了，而是实体世界的安全。而太空的基础设施，像是低轨卫星通讯，就成了保护这些关键资产的最后一道防线。OK， 了解了这3大瓶颈之后，那我们该怎么应对？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战略蓝图，叫做核心卫星配置。这是一个既能让你稳住阵脚，又能去捕捉成长机会的思考框架。这个策略的哲学其实很简单，就是4个字：稳中求胜。我们会用大概6到7成的部位去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核心资产当做基石，然后再搭配3到4成专门针对高成长趋势的卫星主题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去追逐机会的同时，确保整个组合的根基是稳定的。那这个核心资产到底是什么？看到这一张图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。追踪美国大盘的 VOO、 国防航太 PPA 还有黄金 IAU， 就听起来对于一个高科技的 AI 策略来说，是不是有点太传统了？没错，看起来是很传统，但背后其实有它的道理。VOO 就像是整个配置的压舱石，提供市场最基本的稳定回报。PPA 呢，则是看准了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，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一个明确刚性需求。而 IAU 黄金呢，就更简单了，它就是这个组合的天然保险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你无法预测的风险。你看，先把阵脚稳住了，我们才能去追逐那些高成长的机会。好了，基础打稳了，现在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来了，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去捕捉未来的4大高成长卫星主题。你会发现这些主题每一个都精准地对应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3大瓶颈。第一个卫星主题代号 NUKZ 核能。AI 的发展现在正被电力、
严重地卡着脖子。所以这个主题就涵盖了从核能发电、由燃料供应到微型反应炉的完整产业链。它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解决 AI 的能源焦虑。第二个卫星代号 SMH 半导体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算力血脉，它更集中在先进制程和 AI 网通晶片，也就是说，它要解决的是 GPU 之外的数据传输瓶颈，确保强大的算力能够顺畅地流动。第三个卫星代号 BOGZ 机器人与 AI， 这代表着 AI 的物理化身。你想想看，当程式码走进了现实世界，装上了身体，那不就成了机器人吗？这个主题就精准地涵盖了像是医疗手术、仓储物流，还有大家最期待的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最高价值的应用场景。最后一个卫星代号 CIR 资安科技，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。因为随着 AI 工具的普及，发动攻击的成本大幅降低，所以防御的需求将会呈现指数级的增长。资安它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，它是在数位世界里一笔强制性而且要持续支出的保险开销。好了，核心和卫星的组件我们都有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风险编号，把这些零件组合成2种不同的配置模型，来看看实际的样貌。首先是保守型的模型，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，70%的比重都放在 VOO 这个核心稳定器上面，另外再搭配黄金、国防和一点点的半导体，这就是一个风险比较低、以稳健为主的配置方式。那积极型的模型就很不一样了。VOO 的比重直接降到 50%， 把多出来的空间分配给了成长性更高的卫星主题，像是半导体和核能，甚至还加入了 10% 的个股部位。这很明显反映了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，当然也追求可能更高的回报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今天最重要的真的不是要你记住哪几只股票或是哪几档 ETF，而是要你理解背后的整个结构。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2026年的赢家不会是那个拥有最强模型的公司，而是那个拥有最稳定的电力供应、最高效的硬体传输以及最安全的数据环境的公司。最后一定要强调，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标的，它不是一张购物清单，它更像是一张地图，一张描绘着聪明的资本正在往哪个方向流动的地图。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，而不是推荐你应该买什么。如果你想要这份完整的2026 AI 投资地图的详细名单，很简单，在底下留言我想要名单就可以了。想要50档 AI 关键股清单吗？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我想要名单。下次见。学以致富，真心领航，精密半导体，贴点理性逻辑，市场的起落，我带你看得更清，别急着获利，而跳过扎实学习，没力气的建筑，终究只是泡影。Learn before you earn， 只会是开端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学以致富，让眼光超越平凡，真心领航，让你在波动里平安。接近反而更长，我们不赌运气，方向一旦偏了，再努力也可惜。现在跟我一起重新校正这导航，投资你自己，这是这辈子最高获利。学习重复，累积财富，稳步向前才是真正的致富秘密。跨越美股波澜，深耕熬做房产，掌握时代趋势，落实配置判断，用多年实战验证财富真难 care， 不自力放理性，更要活出人生意义。Oh learn before you earn， 只会是灯塔照亮每一步艰难。学以致富，让理想不再遥远，真心领航，建立财富新观点。真心领航，
速起航。谢谢观赏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